狂烧5天扑不灭，俄罗斯12万立方米巨型油库被彻底摧毁。乌克兰最新无人机可抗电子战，俄军11套3毛举防空系统成囊中之物。正面强攻，战功赫赫。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营正式扩编。顿涅茨克俄主力第2军指挥中心被击中，乌军一周空袭5个俄军指挥部，俄罗斯招架无力。海王星反舰导弹再立新功，摧毁一座装满俄军侦察无人机的前线仓库，疑似游击队所为。俄军22节火车脱轨，波兰和印度同时对俄罗斯下手了。川普的新筹码逼迫普京坐回谈判桌，允许 ATACMS 导弹扩大打击范围。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2025年1月13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055天，俄罗斯恩格斯特种航空燃油大火进入第5天。俄罗斯消息人士称，在乌克兰无人机对该油库的袭击中，3个容量为12万立方米的油库被彻底摧毁，另有6个油罐遭到严重损坏。昨日，乌克兰继续对俄罗斯发动袭击，俄多地报告发现了乌克兰无人机，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情况。在另一边，俄罗斯昨夜用 Shahed 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在发射的110架无人机中，有78架被常规防空系统击落，另有31架被电子战系统压制。但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导弹攻击越发疯狂。俄国新闻媒体援引俄国国防部的消息报道，俄军首次从苏34战斗轰炸机上发射匕首高超音速飞弹。此前，匕首高超音速飞弹系统仅限于经现代化改装的米格31战机上使用。而乌克兰的无人机也迎来新的突破。最新装备的 Shield AI MQ-35A V-Bad 无人机在实战中证明可以有效抵抗俄罗斯电子战的干扰。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从距离前线约40公里的地方发射，飞过部队前线100公里，深入俄罗斯一侧境内，总共发现了11套 Book 防空系统，标定了目标后呼叫了海马斯的远程火力，导致俄军野战防空系统的连续损失。而俄罗斯至此已黔驴技穷，毫无办法。俄军又现大乌龙，俄罗斯的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操作员疑似误击了北韩援助并移交至库尔斯克地区的俄国现代化版道尔防空飞弹系统，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啊。但这也表明朝鲜已开始向俄罗斯转让防空系统。回到战场上来，红军村方向，俄罗斯人试图切断波克罗夫斯克至科斯蒂扬尼夫卡的道路。俄军在装甲车支援下，红军村附近的马利洛夫斯卡路口的右翼发动了攻击，试图切断波克罗夫斯克至康斯坦丁诺夫卡公路，但最终未能成功。乌军发言人称，俄军还没有对红军村实现半包围，因为他们在人力和装备方面没有强大的优势。但尽管如此，据路透社引述消息来源报道，随着俄军的步步逼近，乌克兰已经停止位于波克罗夫斯克煤矿的生产活动。这是乌克兰唯一生产炼焦煤的煤矿，而炼焦煤对钢铁工业至关重要。消息人士表示，目前所有生产作业都已停止，仅在地面进行作业，并指出撤离工作已经展开。乌克兰陆军司令部昨天宣布，在红军村战区战功赫赫，以成功正面攻击俄军而闻名的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营扩编为团。这是非常难得一见的战车第一人称视角和空中监视无人机拍摄的上帝视角影像，立即反映了战场的激烈战斗。英勇的乌克兰布列维旅的士兵驾驶一辆 BMP 步兵战车，正在库皮扬斯克方向进行执行突击行动。 BMP 以猛烈的火力摧毁了密林中的俄军阵地，
俄军损失惨重。哈尔科夫前线，俄罗斯第4坦克师对乌克兰第3突击旅的阵地发动了2次大的进攻，但均被挫败。此役，乌军利用 FPV 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和地雷，共击毁了俄军20多辆坦克装甲车。在东部的托列茨克战区，亚速第12旅回援后已经稳住了局势。昨日该旅在扫荡当地郊区的地下室时，发现一名躲藏的俄军，并将他俘虏。俄军则试图换上便装突袭乌军第12旅，但被第12旅成功侦破。这些俄军伪装成普通人潜入乌军阵地，随即就遭到无人机的猛烈打击。库尔斯克方向，乌克兰特战队 SSO 第8团的一支部队与6倍于他们的朝鲜部队血战8个小时，击毙了大批的敌方士兵。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歼敌1510人，俄军伤亡即将突破81万。顿涅茨克伪军头领古巴列夫日前表示，普京应该立刻停战，俄罗斯不行了，至少死了20万，损失超过70万人。这再次证明乌总参公布的数据并不离谱，可供引用。注意，古巴列夫是斯特列科夫的战友，激进的黄俄分子，一直鼓吹要消灭乌克兰，他说的话可信度还是很高的。除人员伤亡即将来到81万之外，俄军的坦克、装甲车也损失巨大。福布斯称，目前乌克兰可能已拥有比俄罗斯更多的坦克，这是自2022年以来的第一。此消彼长的态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突发消息，乌军再次空袭了俄罗斯第2军的指挥中心。1周不到的时间里，乌克兰对前线5个俄罗斯指挥部都发起了精准打击。开源情报技术报道，当地1月12日，乌克兰部队在顿涅茨克附近发动新一轮攻势，目标直指当地的辛格罗迪夫卡市，而俄罗斯第2近卫合成兵团指挥中心就驻扎在该市。乌军进行了高精度的空袭，向俄军的指挥中心投掷了西方的制导炸弹，击中了周围的多栋建筑群，引发强烈爆炸，5层楼的楼层坍塌，尘土飞扬数百米，弥漫在顿涅茨克的战场，在远处都清晰可见。目前尚无人员伤亡信息，俄罗斯频道对此保持沉默。乌军1周来已经对俄军的指挥部发起了一系列袭击，其中有3次都是在顿涅茨克方向。仅仅在2天前，乌克兰还对该地的斯维特洛达尔斯克市发动猛攻，击中了俄罗斯第3军的指挥部。而在1月9日，乌军则空袭了哈尔奇克市的俄第8近卫合成军的指挥中心，爆炸响彻了整个城市。早些时候，乌克兰还在库尔斯克的别拉亚重挫了俄罗斯810海军陆战旅的另一个指挥部。除此之外，乌军在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的远程空袭中，还打击了俄军238炮兵旅的旅部，具体人员损失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周五，乌克兰袭击了一个装满侦察无人机的俄罗斯军事仓库。该次袭击使用了无人机干扰和乌克兰自制的海王星导弹突袭的混合方式，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导弹网络系统，并成功击中了目标，引发了持续的2次爆炸。1月11日星期六， Business Insider 在一篇战争新闻中报道称，乌克兰部队在1月10日周五袭击了一个装满侦察无人机的俄罗斯军事仓库。该次袭击使用了无人机干扰和乌克兰自制的海王星导弹突袭的混合方式，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导弹网络系统，并成功击中了目标。据悉，这次跨境攻击的目标是俄罗斯西南部
与乌克兰接壤的罗斯托夫地区查列尔小镇的一个无人机和弹药储存军事仓库。罗斯托夫因为毗邻乌东，成为俄军在顿涅茨克重要的军事后勤基地，也因此成为乌克兰的重点侦察与打击目标。乌克兰安全局的消息人士透露，乌克兰首先发射数架无人机，引诱并释放俄罗斯在该地区的防空系统，然后用海王星导弹袭击了位于查列尔附近的俄军仓库。一度可以看到腾空升起的巨大火球，然后是持续不断的巨大的爆炸声音。视频显示了现场的浓烈火灾和漫天的烟雾。由于该无人机仓库也储存有弹药，持续的爆炸声意味着海王星的轰炸引发了这些弹药的殉爆。Business Insider 在报道中称，这一次对俄罗斯军火库成功的打击行动是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乌克兰海军联合进行的。乌克兰安全局的消息人士称，经过这次海王星的轰炸，至少最近几天战场上空俄罗斯的无人侦察机会显著减少，对俄罗斯后方军事设施的打击工作将继续进行。360海王星是由乌克兰国防制造商卢赫设计局 Large Design Bureau 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它最初是作为反舰导弹开发制造的。俄乌战争开始后，由于西方援助的导弹数量太少，并且直至2024年上半年还不被允许用来攻击俄罗斯本土，乌克兰军队便越来越多地使用经过改造的海王星来打击俄罗斯本土的陆地目标。其射程为280公里，战斗部150公斤。经过乌克兰能工巧匠的改装，改进后的海王星导弹没有像该国的其他一些武器那样受到关注，尤其是基辅的西方合作伙伴提供的武器，但乌克兰经常用它来打击高价值的俄罗斯目标，包括其射程内的俄罗斯高端防空导弹系统、军火库和石油码头。海王星被外界所熟知，是2022年4月13日，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于蛇岛东部的黑海海域遭到了海王星导弹的打击，最终于4月14日在俄军试图将其拖回母港时沉没。莫斯科号是俄罗斯海军的6大舰艇之一，同时也曾是黑海舰队中最大的舰艇，是俄罗斯舰队自日俄战争以来沉没的第一艘旗舰。周五的成功袭击似乎是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卓越战绩的再次确认。在乌克兰战争中，双方都在使用无人机来增加战斗优势。乌克兰越来越多地使用无人机、无人舰艇甚至无人战车来弥补兵力上的劣势和远程导弹的劣势，对顿涅茨克、克里米亚的俄军阵地进行空中打击，对俄罗斯本土的军用机场、军火库、兵工厂、炼油厂、油库等重要价值目标进行打击，消耗俄军的弹药储备，损坏俄军的战争经费获取能力，通过将战争引入俄罗斯本土来增强俄罗斯民众的反战情绪。俄罗斯也在向乌克兰学习，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侦察无人机如 Orlan 等系统，通过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例如从前线后方瞄准部队位置和关键设备的数据，来对乌克兰进行深度打击。与此同时，莫斯科还利用导弹优势，用制导战术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军用与民用目标。俄罗斯的侦察打击综合体一直是乌克兰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其防空紧缺、一些民用设施无法覆盖的情况下。包括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内的乌克兰官员经常向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施压，要求其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和拦截导弹，以帮助抵御俄罗斯的无人机与导弹的混合袭击。乌克兰人也越来越多地寻求拦截无人机作为昂贵导弹的廉价替代品，打击地面目标是另一种选择。周五的袭击标志着乌克兰在俄罗斯的最新跨境袭击。本月早些时候，基辅向数百英里外的圣彼得堡市附近的一个波罗的海主要港口的石油储运系统发射了10几架无人机，击中3个储油罐并引燃连续燃烧多日的大火。在俄罗斯各地此起彼伏的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和袭击引发的爆炸、火灾、损失，已成为克里姆林宫越来越头疼的严重问题。俄罗斯的铁路运输线再度发生事故，
让人怀疑是不是乌克兰的特工又发起了行动。最新消息，一辆22节的货车在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脱轨。据俄媒电报频道流出的画面显示，在俄远东地区的布里亚特，一辆满载货物的列车突然脱轨，上面22节的物资都散落一地。关键是附近多达250米的铁轨和100米的电线都被破坏，从而引发外界猜测，是不是乌军特工或当地的游击武装发动了袭击。目前俄方尚未做进一步回应，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此前，乌克兰情报总局的成员以及俄罗斯各地的游击队都对俄军的铁路运输发动了连续打击，他们甚至深入到莫斯科境内，破坏了俄军的后勤补给。美国当选川普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茨透露，川普与普京的会晤准备工作已经开始进行。随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了该消息，我们正在安排，这不需要任何先决条件，只需要双方意愿、政治意愿和对话准备。据悉，瑞士和塞尔维亚等国纷纷表示愿意主办本次会晤。沃尔茨还表示，川普准备取消对乌克兰远程武器的限制，以将俄罗斯普京拉到谈判桌上。他说，俄罗斯经济和军事机器将很快枯竭，这将迫使普京坐上谈判桌。我们有筹码，比如解除对乌克兰的远程武器限制。鉴于拜登此前已允许乌克兰使用 ATACMS 袭击俄罗斯本土目标的情况下，沃尔茨所说的可能是扩大其打击范围。沃尔茨还提到，川普还将通过对俄能源制裁和增加美国能源出口来对俄罗斯施加压力，这实际上比取消远程武器的杀伤力更大。最新一份对俄罗斯经济研究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的实际战争成本是公开数据的2倍，为了弥补资金不足，克里姆林宫在秘密强迫俄罗斯银行为战争提供贷款，总额约为2500亿美元到4000亿美元，利率极为惊人。如果美国大幅压低原油价格，俄罗斯的经济将雪上加霜乃至崩溃。据彭博社报道，在美国实施新一轮制裁后，中国拒绝接收3艘运载俄国石油的油轮。这3艘油轮分别是 Olia、Myanmar 和 Huhai Pacific， 它们共运载超过200万桶石油。由于上周五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这些油轮目前被困在中国东部海岸附近。负责运营山东省港口的山东港口集团已禁止这些受制裁的油轮靠港。这咋办？连自己的母国都不让靠港，成了海上漂泊的孤魂野鬼。这俄罗斯石油有毒啊，也快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另外，在多次传出俄国企图破坏波罗的海海底电缆后，瑞典决定加入北约在该地区的新防御性海上任务。瑞典海军将派遣3艘舰艇，海岸警卫队将部署4艘巡逻舰艇，瑞典空军则将派出一架 Saab 340空中预警机参与行动。波兰对飞往莫斯科的斯洛伐克代表团关闭了领空，他们不得不改道经捷克、德国和波罗的海飞往俄罗斯。这个由民族主义议员安德烈·丹克领导的一个小组正在俄罗斯讨论乌克兰过境后的天然气供应问题。昨天，泽连斯基对斯洛伐克总理费科对乌克兰的攻击，以及即派出各个级别代表团到俄罗斯朝拜回应说，斯洛伐克总理费科终于从越南一家豪华酒店度假归来，现在在布拉迪斯拉发，这是件好事。对他个人而言，这一定是一个挑战，从奢华生活转变为现在试图纠正自己的错误。费克认为他与莫斯科的阴谋可以无限期的持续下去，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在斯洛伐克人民适应没有俄罗斯天然气运输的过程中，我们曾向他们提供援助，但费科傲慢地拒绝了。欧洲许多人警告他，无所作为和等待并不是一个选择。现在他诉诸公关、谎言和大声指责，将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到别人身上。但真正的问题是，他压住的是莫斯科，而不是自己的国家，不是统一的欧洲，当然也不出于共识。从一开始，这是一场失败的赌注。我们希望
欧洲能源供应来源的进一步多样化，与欧盟委员会的合作，以及特朗普总统增加美国对欧洲大陆天然气供应的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应对某些欧洲人士的短视所带来的挑战。另据彭博社报道，印度继中国之后，也开始拒绝接受因俄国问题被美国制裁的油轮。波兰和印度同时对俄罗斯下手了。熟悉会谈的官员星期一1月13日说，争取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停火的斡旋人员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了突破。美国、埃及和卡达牵头的数月谈判一直未能制止战斗，然而最近几个星期，在美国准备领导层权力交接之际，谈判努力取得了势头。熟悉会谈的人士说，协议的总体框架据信包括停火、释放仍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并激增为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平民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对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国情咨文节目说，各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将停止持续15个月的加沙战斗，并释放仍被扣在加沙的98名人质，其中2/3的人据信还活着。我们仍然决心利用我们在任的每一天来把这件事做成，沙利文说。我们丝毫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到一边。星期一，沙利文说，拜登政府官员一直在向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中东顾问们通报谈判情况。沙利文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在拜登下周一离任前仍有机会达成协议，但并非一定能达成，并表示尤其是哈马斯仍然顽固。目前还不清楚以色列和哈马斯将如何弥合前几轮谈判中一直存在的最大分歧之一，哈马斯要求结束战争，而以色列则说，只要哈马斯统治加沙并对以色列人构成威胁，以色列就不会结束战争。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穆罕默德·辛瓦尔已成为加萨走廊哈马斯的新领袖，他是10月被击毙的哈马斯领袖叶海亚·辛瓦尔的弟弟。他能否比哥哥活得更久，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